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杨洋到肖战，李沁的绯闻比脚趾还长。李沁的裸足线条干净纤细，自带一种清冷又温柔的氛围感。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李沁那双脚又上热搜了。不是因为她穿了什么天价高跟鞋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她光着脚。就在2026年春晚贺花神的后台，有人拍到李沁赤足练习的画面。那双脚啊，35码，小的离谱，脚弓的弧度漂亮的像艺术品，脚踝细的一只手就能圈住。最绝的是她大脚趾明显比其他脚趾长一截，典型的埃及脚。穿凉鞋的时候，大脚趾微微前探，像给脚背画了条优雅的延长线。可就是这双脚，去年还被人嘲笑腿弯4筷子，今年就直接靠一双紫袜霸屏热搜了。反转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更抓马的是，这双脚背后还牵扯出一堆绯闻，从18岁和杨洋在《红楼梦》剧组那些青涩互动，到后来和金世佳被拍到同回一个小区，再到和肖战合作4部戏传出的各种暗戳戳，每一段都比偶像剧还精彩。但李沁从来不说这些，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儿，不争不抢，连公司劝他换个人设他都没听。可就是这份安静，反而成了他最有力的反击。李沁的脚是真的小，35码。在女明星里算很小的了，她168厘米的身高，配上这么小的脚，站在一起有种奇怪的反差萌。有次发布会上，为大勋抱她起来拍照，因为脚离得找不到支撑点，高跟鞋差点掉下来。从那以后，她在节目里几乎都拒绝被公主抱。11岁，李沁进了上海戏校学昆曲归门旦，每天凌晨4点半。他就起床压腿，老师要求唱到露珠震落，他就对着树叶练，直到第一缕阳光穿过叶隙。练《牡丹亭》的游园惊梦时，一个转身动作练了上百遍，脚踝肿得像馒头。他说杜丽娘梦里见情人，步子的飘，不能瘸。2008年拍《红楼梦》时，李少红导演推开练功房的门，正好看到李沁在给渗血的膝盖缠绷带，这一幕让导演当即决定，薛宝钗就你了。后来拍落水戏，他在冷水里泡了一整天，腿上冻出大片紫斑。贵的哭戏 NG 了27次，青石板把膝盖磨出了血珠，化妆师不得不用厚粉遮掩。2015年拍《白鹿原》，他在陕西农村待了2个月，学纺线，做油泼面，手上磨出茧子。有次挑水摔进沟渠，刮破了小腿。杀青宴上，张嘉译看到他脚踝上的伤疤，感慨道：如今年轻的演员中，愿意这么拼的实在少之又少。这些伤最后换来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的提名。评委说，她用身体铭记了角色所经历的苦难。他很少穿高跟鞋，私下里最爱穿平底鞋，甚至经常光脚。2025年4月，工作室发了一组无滤镜写实大片，他赤足站在斑驳的水泥地上，脚底沾着几粒沙粒，微微踮脚时绷直的足弓曲线，被网友称为教科书级跟腱长度。这组照片发布3小时就登顶热搜。评论区炸出10万条腿经本经的惊叹。健身博主竹针分析，这肌肉走向至少10年芭蕾功底打底。实际上，那是昆曲的童子功。李沁保持腿部线条的方法很笨，每天雷打不动做30分钟筋膜放松，连泡脚水温都精确控制在42摄氏度。他曾在采访中说，演员的肢体是角色容器，不是橱窗模特，所以当有人嘲笑他手臂显粗时，他只是淡定回应。去年有医美号质疑他做了小腿神经阻断术，网友翻出他10年前的旧照对比，
跟腱弧度分毫不差。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老同学爆料，他每天6点压脚背，雷打不动，比目鱼机上提的线条骗不了人。李沁的脚在镜头前很会演戏，拍《楚乔传》时，元纯公主黑化那场戏，她赤脚追马车，哭到脱水送医。沙漠大片里，她穿着红裙开叉到腿根，赤脚踩进40度的沙地。摄影师喊卡时，脚底全是水泡。2025年11月，她的一组丝袜造型刷屏，话题阅读量突破9亿。她偏好比自身肤色深半度的肉丝，避免反光带来的塑料感。穿黑丝时，常选用薄款微透面料，通过开叉裙或透视装强化神秘氛围。2023年 GQ 盛典上，她的黑丝透视装成为红毯经典，黑色丝质连衣裙搭配薄款黑丝，透视元素与丝袜的朦胧感交织。这条造型的单条抖音视频点赞超过537.9万。李沁的脚和她的绯闻一样有名，最早是和杨洋，两人一起拍《红楼梦》出道。他18岁演薛宝钗，他19岁演贾宝玉。剧组团建时，他们永远并肩站立，毫不避讳地搂肩牵手。杨洋曾置顶关注李沁，生日祝福的风格也高度契合。网友坚信两人曾低调相恋，凤位内娱一男平白月光。后来是金世佳，两人合作了《极品新娘原来你还在这里》。媒体多次拍到他们私下聚餐，深夜同回一个小区。网友在毛里碧斯偶遇两人同游，举止亲密，全网都在等官宣，可他们从未正面回应。直到后来逐渐减少合作，这段被默认的恋情才淡出视野。再后来是邓伦，两人曾签约同一个经纪人，算是同门师兄妹。网上流传着扒两人绯闻的帖子，有网友发现他们使用过相似的工作室头像和背景，不过也有反驳说只是同公司同事，一起参加过《爸爸去哪儿》，以临时爸妈身份带娃，互动较多才被炒作。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是肖战，两人合作了《斗破苍穹狼殿下》《庆余年》《诛仙》4部作品。在《诛仙》拍摄期间，有爆料称两人已相恋小半年，片场能看到肖战对李沁的贴心照顾。社交平台上，肖战曾称呼李沁为仙女。不过这段绯闻发酵没多久，双方就出面否认了。李沁工作室直接置顶单身声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魏大勋、张晚意和魏大勋合作《我们相爱吧》时，节目里全程撒糖，魏大勋追着送花，说土味情话，有水中接吻的名场面。节目收官后迅速解绑。和张晚意在《花儿与少年》中一起分享冰淇淋、互换鸡腿、滑翔伞环节，李沁看穿张晚意想玩又舍不得花钱，温柔劝玩。看到张晚意滑翔落地，还激动地跑过去摇她的手臂。从昆山到上海，从戏校到片场，从《红楼梦》到《庆余年》，那些路有时候是光滑的木地板，有时候是粗粝的石子路，有时候是40度的沙漠，有时候是零下20度的雪地。有次拍古装戏，需要赤足在粗粝的石子路上奔跑，导演喊卡后，工作人员才发现他脚底已划破渗血。他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以前练功常这样。”就是那一刻，你会忽然明白，某些被嘲讽的不完美，背后藏着一个女孩怎样沉默而坚硬的过往。娱乐圈对女明星的身体向来有着近乎畸形的丈量标准，体重必须不过100，脸要小，腿要细，脚自然也的是纤纤玉足，仿佛只有这样才配得上那些奢华的礼服和完美的镜头。李沁这双意外出镜的脚，像一颗无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瞬间搅动了这片看似平静，实则苛刻的审美水面。有人说这是人设崩塌，仙女的脚怎么能不秀气？有人说这恰恰是人间真实，
打破了那种虚假的塑料感的完美。李沁的脚现在还是35码，还是很难买到合适的鞋，还是经常光着脚，还是会在红毯上穿高跟鞋，还是会在片场受伤。什么都没有变，可好像又什么都变了。